其实我看到有轮子，所以是不是意思是说，它其实可以像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电影一样啊，这么浪漫，我可以把它拖在我的可能卡车后面，然后就可以载着这个房子到处走。你当然是可以这么做，可是我觉得不习惯拖着这么大的一个小房屋在后面。不是不介意，就是你如果 OK 的话是可以的。OK， 但我们的那个策略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小房屋设置在各自不同的地点。哦，所以你只需要加一辆普通的轿车，你就可以体验到不同地点的美景啊、活动之类的，所以你就不会那么累。对于马来西亚市场来说，不需要冷气马力大一点吗？还好，都够用就对了，都够用，对，还是会给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可能玻璃门可能要钉的啦，钉的比较黑一点，对不对？成立于2017年的 Big Tiny 是新加坡首个将小型住宅与生态旅游结合的企业。至今为止，他们在全球，包括在大洋洲的澳洲、纽西兰、法国、西班牙等等的欧洲国家，以及位于亚洲的台湾各大洲的郊外大自然地区，建立了超过400间可移动小型住宅，让投资者投资海外住宅。2023年 ，Big Tiny 在我国开设了销售办事处，为的就是让马来西亚人也能享有这笔被动收入。我们邀请到 Big Tiny 的创始人之一杨志生 Jeff 来与我们分享当初为什么会创立 Big Tiny， 以及他们是如何从中看到商机的呢？我们欢迎 Jeff 杨志生。那这个时候呢，事不宜迟，我们就要来邀请来自新加坡 Big Tiny 的创始人之一杨志生 Jeff 来跟我们来聊聊天。欢迎 Jeff。嘿，谢谢。是，来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了。大家好，很荣幸能来到这里和你有一个小小的对话。是，刚刚其实我们播了一个你们公司的介绍短片啊，但是我想还是由你来介绍一下好了啊，就是你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们公司，还有你们为什么会开始这个所谓的小型住宅的业务呢？是从哪里看到这样的商机？所以我是 Jeff， 我是 Big Tiny 的3个联合创办人之一。所以我们3个的话，还有 Adrian， 还有 Dave。所以 Adrian 的话，他就是负责 Big Tiny 的策略计划这一些，然后 Dave 的话，他就是比较负责 operations 那一块。那我的话，我是比较注重于那个 branding 还有 marketing 这一块。对，然后我们的公司的话，其实是一个生态旅游的一个公司，所以起源于我们3个人都是在城市里长大，所以我们的共同点也是我们有很多的孩子，所以 Adrian 有3个，我有3个 ，Dave 有4个孩子，都是大家庭这样子。大家庭，对，所以我们就很喜欢澳大利亚的那种farm stay 的 concept，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农场上看到所有的动物，可以进行很多不同的活动，说小孩子他们也是可以体验一下那种挤牛奶啊、采鸡蛋啊、水果之类的，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一类的活动，这个经验、这个体验传播到更多城市人的生活当中。与其说是看到商机，倒不如说是其实是你们要去分享这种生活当中的体验，让更多人能够去体验到你们所体验的那种大家庭，然后在这种田野之间，在乡野的这种生活的一种的模式啊。我看到你们在台湾做的一些宣传影片，还有媒体的一些报道，我觉得你们很厉害耶。对，你们在宣传上面，还有在影片上面，其实你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就究竟你们在销售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产品。所以总的来说，我们除了在生态旅游这方面有比较多的小房屋分别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除了在台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我们还在新西兰、欧洲都有我们的小房屋。对，那一个是我们的生意模式的一块。当然，我们也是想把那个小房屋的活动去推行给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也是要间接的帮旅游业尽量的减少那个 environmental impact，然后就把这个传播给大家。所以我们除了这一块之外，
我们还有把小房屋售卖给人群，他们可以拥有小房屋，我们可以帮他们管理那个小房屋，然后我们可以从中赚取一些租赁率啊。对。所以你刚才所一直提到的这个小房屋，我在影片当中有看到，它其实下面还有轮子，然后呢还是用环保的材质来建造，对。然后呢，这些小房屋呢，它里面其实一应俱全啊，对。然后有浴室、有厕所、对，客厅，就是你可以想象到的这个生活必须要有的空间，其实都有了。那其实当初这样子的一种的产品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它是起源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就是像我们当第一次跟人家提到要接触大自然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说，哦，我就应该是要扎个营啊，然后我就睡不好，可能还有被蚊子咬啊，冲不了凉啊，吃的东西可能也是罐头、快熟面之类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你要城市人去尝试跟大自然接触的话，可能就是一步一脚印，慢慢来适应这个生活。所以我们的小房屋它就具备所有的像空调啊，还有一个 queen size bed， 还有一个厨房，就是你可以烹饪你要煮的东西，还有一个厕所，而且是可以洗热水澡的一个厕所。所以就是要鼓励城市人去接触大自然。所以其实你们的产品这个小房屋呢，它就是一个人们跟大自然中间的一个桥梁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其实你们似乎也是在建造整个的产业链，因为你刚才跟我说，你们不只是卖这个小房屋，还有后面的一些配套。对，你们甚至是提供指导，就是买这个小房屋，或者是有意，比如说我今天我在一个可能森林的，我找到一块地，然后我跟你买了这几个小房屋之后，你并不是说就把小房屋就是推给我之后，然后就没有后续的服务。其实你们还有一些后续的一些服务跟指导的，对吗？对，所以我们的客户他们跟我们买了小房屋之后，其实放置那个小房屋的地点也是我们的团队去搜出来的。所以地点它方面的话，它是有很美的大自然的环境，然后可能在那一块地上，我们也是有地主嘛，所以地主他们也是可能会提供一些餐饮啊，然后还有一些活动之类，所以你可能可以在我们的小房屋那一边学怎么骑马，你可以在湖边钓鱼啊，所以很多不同的活动。现在目前为止呢，你们的市场已经拓展到了几个国家？我知道台湾是有了，对，现在拓展来马来西亚，新加坡自己本身也有吧？对，新加坡其实是在疫情的时候，其实跟政府申请说，其实我们3个都是新加坡人嘛，可是我们的小房屋的概念大多数都是在澳大利亚，他们在享受，所以那个时候 lockdown 的时候，我们就说，不如把我们的小房屋的概念带回新加坡，所以新加坡可以也是 enjoy 这个 staycation 的一个 option。 所以这个小房屋它的这整个的设计的理念，还有里面的空间的规划，都是由你们的团队自己去初始去设计去研发的吗？算是也不算是。所以这个小房屋的活动其实是起源于美国，大概1970年左右吧。所以他那时候当时是因为那个美国人他们可能就是不要还那么多房贷，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缩小他们的房子的那个size， 所以我们就是起源于那一个概念，然后把它转变成一个旅游的用途的一个小房屋，所以那一个设计方面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团队去设计的。那这个小房屋的制造呢？因为最近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短影片啊，就有一位中国的东北的大妈在那边介绍 Hello Boss 阿鲁木鲁木的房子，所以是中国制造的吗？其实不是，所以我们在Johor 有一个厂。所以厂是在马来西亚。对，厂是在马来西亚，在古来那一带，所以那个是一个20,000 square foot 的一个 factory， 所以我们的小房屋的那些 prefab panels 其实都是在那边建造的。对。所以跟那个东北大妈介绍的那一种环保的房子，其实你们最大的那个区别是在哪里呢？那些我会说是已经组装好的，所以它算是组装屋。对，所以我们的话，它是很像 Lego，它是一片一片的，所以它的设计方面很广，就是说你可以如果是面海的小房屋的话，你的房子的前面全部可以是玻璃，对，所以它就是无限的可能。你要多大
你可以建多大，你要多小，你也可以建多小。而且我是觉得你们所针对的这个消费市场可能也不太一样，对不对？他们可能比较针对的是有住房需求的市场，对，你们针对的是什么市场呢？是旅游的旅游市场。旅游市场。那你们是会卖给个人吗？还是卖给旅宿业者？或是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对 ，OK， 对。好，其实公司成立到目前为止，对于业绩的部分，觉得还满意吗？觉得是否已经有达到你们的期待？其实它是达到我们出乎预料之中了，所以我们对，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打算慢慢来，就是建了几间放置在澳大利亚，然后赚取那个租赁，然后再用那个赚来的钱再建更多的小房屋，然后又把它放在那一边。可是就是因为市场的需求很高，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就其实在马来西亚的那个工厂已经搬了3次了，所以我们从小型的那个 factory 开始，现在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房。因为工厂要不断的扩建，所以你们就要找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才行，这样子。对对对。那其实，在疫情的期间，对你们来说有影响吗？这是当然的，所以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在2020年吧，所以我们那时候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也不懂它会持续多久，所以那个时候为了我们的地主的安全，因为我们不懂旅客会从哪个地方来嘛，所以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是暂停了那个租赁，所以我们没有把小房屋租出去，是在那个疫情比较稳定过后，那个 lockdown lift 之后。我们再重开那个租赁的那一方面，然后我们在那个期间就看到了有一个200到300%的 increase in the bookings。对。那其实我看到很多你们的影片都有介绍到说，你们这个房屋很多都是在郊外嘛，或者是在这个溪边、山林里面等等。对。其实按照现代人对于生活的需求特别是可能在紧急的需求，比如说有疾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说可能山洪爆发的时候其实设计这样的房子是不是要有一些的这些应急措施在里头呢？对，所以我们在设计那个小房屋的时候也是有这些考量。所以那个小房屋的话，它当然是用那个比较绿化的那个石材，然后那个轮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的小房屋是可以移动的。所以如果真的是有这种紧急事件发生，你只要把它拖在那个4驱轮的那种车辆，就可以把它拖走了。其实我看到影片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心动。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未来可以买来做一个退休屋什么之类的。对，如果大家想要跟你们购买这个小房屋的话，其实它是可以买断的吗？或者是它跟你们合作的模式会是怎么样子？对，所以我们的小房屋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们买，然后你可以拿去自己用。当然，如果你要我们管理的话，帮你赚取那个租赁令的话，也是可以找我们。连管理你们都包就对了。对，管理我们都会包，所以我们帮忙进行促销帮忙做那些公关的广告之类的，就是把那些住户租你的小房屋。所以感觉上有点像是我现在买了一个 condo， 然后呢有 Airbnb 的公司还来帮我来进行这个管理，对，还有租赁，对，所以你们都包了，对，是。其实我看到有轮子，所以是不是意思是说，它其实可以像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电影一样这么浪漫，我可以把它拖在我的可能卡车后面，然后我就可以载着这个房子到处走。你当然是可以这么做，可是当然我觉得不习惯拖着这么大的一个小房屋，不建议是吗？不是不介意，就是你如果 OK 的话是可以的。OK， 但我们的那个策略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小房屋设置在各自不同的地点所以你只需要驾1辆普通的轿车，你就可以体验到不同地点的美景活动之类的，所以你就不会那么累，因为我们觉得你如果去旅游的话是要放松心情嘛，所以你不要那个压力，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小房屋在你的后面，然后如果拖着它的话，你也不可能随意把它停放在任何的地点所以我们就是想把这个压力拿掉你可以真正的去体验住一个小房屋的那种美感。既然这些小房屋都是放在比较郊区的地方、野外的地方，对，这个供水、供电还有排泄物的处理，究竟要怎么样子去处理呢？
所以你看的那个照片，它拍成像是郊外，对不对？但是其实它放置的地点全部都是私人的 property， 然后水啊、电啊这些都可以接得到。OK， 就算接不到，很像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景点，它是离那个地主的房子太远的话，我们也会进行那个 portable 的 septic tank、portable water tank OK 之类的，对，都是没有问题。OK，那会有比如说发电机，对，用这样的方式来供电。对，也会。那排泄物呢？一样，所以它有 portable 的 septic tank。OK， 如果它靠近那个地主的 main house 的话，我们也是会接近它的 septic system。所以这些就是要地主自己他自己去处理了，对不对？都可以。所以如果他只是把那个地放置给我们用的话，他的那个 profit share tier 就比较低。但是如果他肯做那个 infrastructure support， 他的 profit share tiering 就比较高，因为他就是比较 committed to this whole business concept。我这边看到，其实我们制作人他有写这样的一道问题啊，他说，你们公司为房主提供2项回租管理方案，最短的是2年，对，租约是大概有8%的收益，5年大概是10%的收益啊，但是你们要如何确保每个月都有客人入住？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做那个去分析的话，其实要还那个18%的租赁率的话，其实每个月我们只要把你的小房屋或者我们客户的小房屋租出去3或4天，所以其实是很容易达到的。所以从我们开始2017开始到至今都能达到这个租赁率。OK， 好，那如果这个公司跟房主的合约到期之后，公司会怎么样子去处理这个小屋呢？是不是有什么回购计划吗？所以这个租赁率到期的时候，如果他们还是很满意那个8%或18%的回报率的话，他们还是可以继续续约，续多一个2年啊，续多一个5年。但如果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说够了的话，我们也有那个回购计划，所以我们会在期满之后用原价跟你买回你的小房屋。什么原价？对，我有听错吗？没听错。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在商言商嘛，你用原价购回，但是这个房子它肯定是折旧嘛，对不对？对，它房子肯定也需要维修嘛，对，你们怎样子来 cover，这一个怎样子来对冲这样子的一个我说损失吧？其实我不会说是一个损失，因为我们有厂，我们要翻新它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那个费用是较少的。对，当然你跟一个客户相比的话，如果他找外面的商人来帮他重新制造那个小房屋或者设计这个小房屋的话，那个费用当然会相比的话比较高。所以在你们的盈利里面，其实你们就已经是把这个东西计算进去了啦。对，好，那有没有真的是回收过，真的是被糟蹋的非常糟糕的？其实到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的那个希望未来也不会有。当然，所以我们现在那个他们续约的那个率蛮高的，所以90%吧都会续约。OK， 对，然后其他那些我们回购的小房屋，其实那个condition 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除了我们放置小房屋过后，我们还是有定期的去维修那个小房屋，就是确保它的那个condition 还是很好的。因为其实你已经在很多不同的国家来推广这个产品了嘛，这一次来马来西亚来做推广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就是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它的特色是什么？其实我们来马来西亚的话是2022年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在新加坡的客户群内也是有马来西亚人，他们是在新加坡工作，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产品其实会蛮适合马来西亚的，所以我们就在2022年其实也是在这边附近，在Damansara 的一间酒店，我们就举行了第一次的演讲会，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房间是客满的，还有一些人其实是站在那个房间的外面在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市场其实会对这个产品蛮感兴趣的。其实马来西亚对于商业的机会，大家是非常有狼性的，我这么觉得。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只要有一些什么风吹草动，就可以看到那个讲座的人就是满的啊。对，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在说行情不好，但是想赚钱的人还是非常多。对，你会认为说这个市场里面土豪其实也蛮多的吗？还好吧，还好吧。对，你们其实针对的市场，我相信啦，肯定是是比较有素质的一群人，因为他要认同生态旅游这件事情。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其实，在马来西亚对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其实也是，你觉得有逐年在大家越来越有概念吗？逐渐的会越来越有概念吧。对，当然，如果是跟西方的人比，西方人就比较重视这一块，但我们亚洲人就是我觉得是慢慢的在跟进，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其实就会看到很多climate change。所以我们就会越来越比较会在乎这一点，然后政府这些也都在推广这一块，也是对。针对马来西亚的市场，其实在产品上面，你们需要再去做一些什么调整吗？其实都还好，所以我们在新加坡的小房屋其实就是整间这样卖，但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新的市场，所以我们都会做一些促销啊、活动啊这些之类来推广它，然后就可能把那个售价可以分为跟几个人、跟一群好友一起公司来买。反而是在售价上面可以来做出一些不同配套的调整，这样子。对，就是当成一个促销。对，因为我们是新的一个在马来西亚算是新的一个公司吧。OK， 所以对于马来西亚市场来说，不需要冷气马力大一点吗？还好，都够用就对了，都够用。对，这是还是会给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可能玻璃门可能要钉的啦，钉的比较黑一点，对不对？我发现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大家都非常怕热啊。对，新加坡的朋友也是一样，是这样，对不对？其实我讲到冷气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其实你们几乎每一个小房屋里面，它都有配备冷气，对吗？对，是，所以它是几台冷气呢？一个产品一台，因为那个小房屋的面积不是很大，所以我们用的也是那个 energy efficient 的冷气机，所以它因为那个面积不是很大，所以它其实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整间小房屋弄得蛮舒适的。对，我也有个朋友特别怕热如果他要求要2台的话，你们能够 custom made 吗？当然，我们可以 custom made 还要做更大的都可以，还有5台也可以。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的产品还是可以按照各个业主不同的需求，然后来进行调整的。对，这个进行调整应该需要额外的费用。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大多数的话，如果它是在那个现在 management 的 program 的话，它其实大致都是一样的一个tiny house model。但我们也是有Build Tiny 这个公司，所以如果你要定制那种特别 bespoke design， 我们也是会有这方面的专人来协助。但那个费用的话，当然是比较高，然后制作那个期间也是比较长。接下来 Big Tiny 还有目标要瞄准哪一个国家吗？所以我就在这里跟你们share 一下，所以我们下一个进军的国家其实就是日本。OK 对，所以在这个年尾的话，应该会有2-3间会在日本出现。我是没有看过数据了，但是我自己感觉，我对于日本的认识，我觉得你们的眼光非常好，你们产品在日本应该会有不错的成绩的。对，谢谢。是，那其实这家公司除了这个产品之外，你们未来还有没有怎么样子的一些构思？有没有一些想要推出其他不一样的产品吗？还是未来想要上市吗？等等。上市当然是一个我看大家都会蛮期望的一个结果啦。可是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其实都是不断的在找寻新的地点放置我们的小房屋。所以现在的话，它是一间一间这样放的嘛，所以可能一个地皮如果大的话，可能可以放置2间3间。可是我们在1-2年前，其实在澳大利亚也是有进行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小房屋度假村。所以我们现在在Grampian 是不是 Victoria 那里墨尔本那一边有一个小房屋度假村，就是一块地上那里有30间小房屋，然后那个就比较 communal 的一个 setting， 所以它有游泳池啊，它有一个 recreation room 啊，所以比较大规模的这些度假村都是我们的下一步的计划。好。
非常开心今天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啦。因为其实呢，我非常喜欢大自然，但是要我去露营的话呢，简直会要了我的命啊！但是有了你们的产品的话呢，以后我就可以多去大自然走一走了，对，可以去住有冷气吹的房子啊。对，好，好，今天非常谢谢 Jeff 来到开门见山当中，那谢谢你的分享，那希望很快的时间可以再见到你，谢谢，也祝福你们公司越发展越好，谢谢，谢谢。那不晓得大家对于 Big Tiny 这家公司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对他们的产品是不是也感到好奇呢？或是对于 Jeff 刚刚所分享的这一些，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最后不要忘记，一定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